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口播。今天我们要一起探讨一本深刻影响现代思想和社会学的经典之作《疯癫与文明》。这本书的作者是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他被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福柯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分析，揭示了社会如何通过权力和知识来定义和对待那些被标记为疯癫的人。《疯癫与文明》不仅仅是一本关于精神疾病的历史书，它更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反思社会如何定义正常与异常、理性与疯狂。通过这本书，福柯引导我们质疑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观念，挑战我们对疯癫和文明的传统理解。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改变了我们对精神健康的看法，还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社会权力结构对个体的影响。在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定义正常？是谁在定义？又是基于什么样的标准？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却直指我们社会的核心。福柯在书中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在17世纪的法国，一个名叫皮埃尔·里维耶 （Pierre Rivière） 的农民因杀害自己的母亲、姐姐和弟弟而被捕。在审判过程中，他的行为被描述为疯癫，但福柯却通过详细的档案分析，揭示了社会如何利用疯癫这一标签来排除异己，维护自身的秩序。这个故事不仅让人震惊，更让我们开始思考，疯癫与文明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第一部分，疯癫的历史建构。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首先探讨了疯癫如何从一种被容忍的状态转变为被排斥和隔离的对象。在中世纪，疯癫被视为一种神圣的疯狂，甚至是一种启示。然而，随着启蒙时代的到来，理性逐渐成为社会的最高准则，疯癫则被妖魔化，成为非理性的代名词。福柯运用了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分析了不同时期疯癫的定义和对待方式。他指出，疯癫并非一种固定的实体，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权力和知识共同作用，塑造了我们对疯癫的理解和态度。福柯认为，疯癫的发现实际上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通过将某些行为和个体标记为疯癫，社会得以排除那些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人。理解疯癫的历史建构，有助于我们反思现代社会中精神健康的定义和治疗方式。我们可以开始质疑那些看似科学的诊断标准，认识到他们背后可能存在的权力关系。这种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包容地对待那些被标记为疯癫的人，减少歧视和排斥。福柯在书中写道，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这句话深刻揭示了疯癫的社会建构性。通过对历史档案的分析，福柯展示了不同时期对疯癫的不同定义和对待方式，进一步支持了他的观点。第二部分，疯癫与权力的关系。福柯进一步探讨了疯癫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疯癫不仅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更是权力运作的结果。在现代社会中，疯癫被纳入医学和精神病学的范畴，成为一种需要被治疗和控制的疾病。福柯认为，权力并非仅仅是压制性的，它更是一种生产性的力量。通过对疯癫的医学化，权力不仅控制了那些被标记为疯癫的人，还生产了关于疯癫的知识和话语。这种知识和话语反过来又强化了权力的运作，使得疯癫成为一种可以被管理和控制的课题。理解疯癫与权力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现代医学和精神病学背后的权力结构。我们可以开始质疑那些看似客观的诊断和治疗标准，认识到他们可能存在的偏见和歧视。这种理解可以促使我们更批判地看待现有的精神健康体系，推动其改革和完善。福柯在书中引用了大量历史案例，展示了疯癫如何被纳入医学和精神病学的范畴。例如，他描述了18世纪末的精神病院如何通过严格的纪律和惩罚来控制病人。这些案例不仅揭示了疯癫的医学化过程，也展示了权力如何通过知识来运作。第三部分，疯癫与文明的对立。福柯在书中还探讨了疯癫与文明之间的对立。他认为，疯癫并非文明的反面，而是文明的一部分。疯癫的存在揭示了文明内部的矛盾和冲突。福柯指出，文明并非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疯癫的存在恰恰揭示了文明内部的分裂和不稳定。通过对疯癫的排斥和隔离，文明得以维持自身的秩序和稳定。然而，这种秩序和稳定是脆弱的，因为它建立在对异己的排斥之上。理解疯癫与文明的对立，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文明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我们可以开始质疑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价值观和秩序，认识到它们可能存在的局限和缺陷。这种理解可以促使我们更包容地对待那些被标记为异己的人，推动社会的多元化和包容性。福柯在书中写道，疯癫是文明的镜子，映照出文明自身的矛盾和冲突。这句话深刻揭示了疯癫与文明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对疯癫的排斥和隔离，文明得以维持自身的秩序和稳定。但这种秩序和稳定是脆弱的，因为它建立在对异己的排斥之上。
第4部分，疯癫的解放与重塑。在书的最后部分，福柯探讨了疯癫的解放与重塑。他呼吁我们重新审视疯癫，认识到其潜在的创造力和价值。福柯认为，疯癫并非仅仅是病理现象，它更是一种潜在的力量。通过对疯癫的解放，我们可以释放出那些被压抑的创造力和社会变革的力量。疯癫的解放不仅是对个体的解放，也是对社会的解放。理解疯癫的解放与重塑，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疯癫的潜在价值。我们可以开始欣赏那些被标记为疯癫的个体的独特视角和创造力，推动社会的创新和发展。这种理解可以促使我们更开放地对待那些不同寻常的想法和行为，促进社会的多样性和活力。福柯在书中引用了尼采的观点，疯癫是创造力的源泉，这句话揭示了疯癫的潜在价值。通过对疯癫的解放，我们可以释放出那些被压抑的创造力和社会变革的力量，推动社会的创新和发展。通过疯癫与文明，福柯引导我们重新审视疯癫与文明之间的关系。他揭示了疯癫的社会建构性，展示了疯癫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呼吁我们重新思考疯癫的解放与重塑。这本书不仅改变了我们对精神健康的看法，更促使我们反思社会权力结构对个体的影响。我强烈推荐大家阅读《疯癫与文明》，并将其中的理念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开始质疑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观念，挑战现有的社会秩序，推动一个更加包容和多元的社会。让我们一起勇敢地面对那些被标记为疯癫的个体，认识到他们潜在的创造力和价值。通过对疯癫的解放，我们可以释放出那些被压抑的创造力和社会变革的力量，推动社会的创新和发展。阅读《疯癫与文明》不仅是知识的获取，更是对自我和社会的深刻反思。让我们行动起来，创造一个更加包容和多元的世界。谢谢大家的聆听，希望今天的分享能激发你们的思考和行动。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或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再次感谢，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